这次还是一个包包教程，因为下个礼拜去旅游了，想织一个去搭配。这个包有2个背法，通过简单调整包带来做斜挎包，或者单肩。这次用的线材是蕾丝线，双线钩织，3毫米的钩针，先套个圈。起锁针10针，再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这并不算作第1针。在倒数第3针开始钩织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插入锁针中并把线带出，绕线并穿过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穿过所有线圈，1针长针完成。来使用记号扣标记第1针。之后的9个锁针上各织1针长针，入针的位置在2条线的下面，这样织起来锁针就不容易扯大。第1行完成，锁2针，反转织片开始第2行，手9个针目上各织1个长针。第10个针目上一共2个长针。然后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，刚刚第1行的起立针中，一共编织6个长针。在这个长针的对面，一共2个长针。余下9个针目上各1针。第2行完成，锁2针，反转织片开始第3行。第3行先正常编织9针，然后开始隔1针加1针的组合，5个。余下9个针目上各织1针长针来完成这行。第4行，第1针如常编织，然后锁1针，跳过1个针目不织，在下个针目编织，这样做4次。下面改为锁2针，但同样跳过1个针目不织，在下个针目编织，这样做8次。余下跟对面对应，锁1针就可以。第5行，前面的1个锁针对应编织1个长针，一共编了9针后，下面按照这个标记针数编织。每个长针上都只织1针，
但在最中间的长针上，记得是要编2个长针。余下一个锁针对应一个长针，总针目变为48针。下面开始第6行到第12行都是一直加针，每一行的头9针和最尾9针都是不用加减的。第6行织完9针后，开始在每个第5针上加1针，做6组。最后余下9个针目正常编织，总针数54针。第7行，中间那段在每个第6针上加1针，总针数变为60针。下面如此类推，用相同颜色的线加针到第10行。到第10行的最后一针，剩2个线圈的时候，把蓝色换进来。卡其色的线先不用断，等一下会用到。其他没变，照常加针，一共编2行。第12行完成后，我们要在上面编织1行边缘，锁1针。接下来都是短针，每个长针上面大约对应2针短针，可因应情况加减。快到卡其色的时候，用刚刚留下的线换回来继续编织。蓝色的线可以选择包进去或者剪断。到另一边换回蓝色去完成余下针目。第1块织片完成，可以勾一下去断线。一共勾2片，织法一样。勾完第2块就不用断线，直接跟第1块做连接。找到另一织片的角引拔一下，锁1针做起立针，穿过第1个针目的 V 字下方，对应另一片的第1个针目，把线勾出，做短针。如此类推，只要第1个针目找对了，下面合并位置也会是对的。最后一针也做好了。现在来做条包带，也是用的2条线一起勾，一直勾锁针到喜欢的长度。这边大约织了250针，约110厘米长。如果想要辫子不扭转，织到一定长度后，可以先穿过包身，大约是在第9行穿过去。调整一下辫子方向，把钩针从 V 字方向插入第1个锁针中，再插回线圈继续钩织。编足够长度后，就把它直接引拔到第1针，然后我会再引拔2针去固定。打2个结，这个连接位置可以一直留在包身不显露出来，用另一边调整包带长度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包包就大功告成了，希望你们也喜欢这个分享，别忘了订阅我哦，下次见。